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手有穷苦文，三代才能发。虽然每个人活着都在创造劳动力，但有的人的劳动力就是赚不了几个钱。倒不是说他们慵懒，而且命里没有什么财运，就算再拼命也还是有些穷困潦倒。也有些人光有赚钱手，却没有存钱斗，一生财来财去留不住，到最后也是两袖清风。那从手相学角度分析，哪些手相特征的人一生穷困无福呢？一、手掌细瘦，没有弹性。有的人是穷一阵子，有的人则是穷一辈子。一个人如果手掌长得又细又瘦，肌肉又没有弹性，硬邦邦的，那这个人天生没有福气，赚不到钱，存不住钱。这种人一般都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，父母关爱少，学业未完成就辍学外出打工，小年纪就要赚钱养家，属于劳碌型的人，没有什么存款，好不容易存点钱，还会被家中的事情而花掉，最后又囊中羞涩，经常为金钱犯愁，是穷困之人的一种手相。二、无名指太短，手指修长代表运势好，相反手指短小，特别是无名指短，则代表运势坏。无名指代表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运势吉凶，也反映家境好坏。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很长，而且肤色红润，说明此人家境殷实。如果一个人无名指很短，说明此人早年运势不佳，家庭条件差，求财之路十分坎坷，财运不顺，一生注定穷困潦倒。三、手指有缝隙。手指有缝隙，漏财严重，是一辈子受穷的手相之一。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，自尊心很强，个性倔强，宁可自己吃苦，也放不下面子去求人，是清高自傲的人。较之面子而言，金钱和物质并不是很看重。如果遇到让自己不满意或者认为不公平的事情，他不会轻易去妥协，不会委曲求全。所以这种性格犟、不懂变通的性格，对事业的发展会有一定的阻碍。两袖清风，发不了大财，是属于穷人之手相。四、手有漏财纹。所谓的漏财纹，指的是位于食指和中指指缝连接处的竖纹。掌有漏财纹，那手掌自然也就是漏财手了。这种手相的人一般没有什么理财观念，对于金钱的管控能力非常差，对金钱也没有什么概念，有钱就花，没有钱就借，整天想的不是怎么挣钱，而是怎样去花钱，而且花钱如流水，想要存钱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没有钱存。五、手指修长。从相学的角度来分析，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长得较为修长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很有艺术方面的天赋，很有才华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往往能够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，为自己迎来金钱和名望。这种人对于名声和权力的追求欲要大于金钱，而且注重自身能力的提高和生活品质。金钱并不是他们特别看重的东西，为人良好的名声和生活发现方面从来不会考虑太多，甚至为了达到目标更是不惜成本。不过这种人的挣钱能力也比较强。六、食指向外歪斜。如果一个人的食指长得圆满而直溜，并且与中指紧靠的话，这种人一般生活态度积极向上，做事踏实诚恳，守财能力超强，一生无忧。若是食指长得向外歪斜的话，此为漏财之兆。而无名指如果也是这样的话，那给食指是一样的，都属于一种漏财比较严重的手相。这种人破财较多，日子注定会过得比较清苦。七、锁链状出现在掌纹上。锁链纹不管出现在何种纹路上，都是不好的寓意。锁链纹越大，意味着负面意义更加严重。如果锁链纹出现在感情线上，则意味着复杂的感情、悲伤的生活和不幸的命运。如果锁链纹出现在生命线上，往往代表着个人健康的一大问题，这个人也容易遭遇灾难。
如果锁链纹出现在智慧线上，就意味着这个人做事迟疑、懦弱，难以取得巨大的成功，最终也容易失去财富。8. 智慧线断开。智慧线属于手上的3条主线之一，若是智慧线从中间的位置明显断开，则这样的人思维比较混乱，做事也没啥主见，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浑浑噩噩，造成事业上一事无成。而且这样的人人缘也会处理得非常的差，不懂如何与身边的人交流，造成事业发展不顺利，甚至还会给自己的事业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，钱财运势也难以兴旺。9. 事业线断开。事业线是指从手掌根部的位置向上延伸的纹路，直接通向中指的位置。若是事业线明显的中断，或是事业线的位置有杂纹或者是乱纹，则注定这样的人工作收入也会非常的不稳定，事业方面也会拥有不少的变化，在事业上很难会有好的发展，日后自然也不会有啥前途，极其容易遭到小人的陷害或者是捣乱，导致事业失败，很难能够走到头。10. 生命线弯曲。生命线也是人手掌中的3大主线之一，它不仅代表着一个人寿命的长短、健康状态、有无病难以及突发状况，同时也能够预测一个人的事业运势和感情生活。若是一个人的生命线长得过于弯曲，则说明他们的运势发展会非常的不稳定，自己的前途发展也不会是特别的好，而且大多数的情况下身体也会有劳疾，常常会造成事业有头无尾，不会有啥前途。11. 烦恼线。所谓的烦恼线就是长在大鱼际的位置的细纹与乱纹，若是此纹长得过短，没有超过生命线，则这样的人注定一辈子都会过得艰辛辛苦，需要为生计发愁，家里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比较多，一日3餐都没有保证。若是此处长得过于长而穿过生命线的位置，则说明他们的事业上遇到的苦难与挫折比较多，常常容易出现各种困难，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12. 理财纹很浅。手相中的理财纹与财运息息相关，理财纹清晰的人理财能力很强，懂得积累财富，懂得怎么让钱生钱，而且理财纹很浅或者是没有理财纹的人，则没有什么理财观念，也是穷人手相的标志之一。13. 财运线弯曲。如果说理财纹间接影响着财运，那么财运线就可能直接影响财运了。想知道自己是贫穷还是富有，财运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若财运线深长清晰，那么恭喜你可以成为一个有钱的人，但如果你的财运线弯曲很浅，那么你这一生都只能是个穷人哦。14. 小人纹纵横。食指根部位置代表物质和财富，食指根部有向上的斜线叫做小人纹，往往代表个人财运受阻，容易遭遇挫折。如果有很多小人纹，那就意味着被小人缠住了，个人财富也随之流失。15. 食指过短或者过长。食指较短的人没有上进心，缺乏责任感，平常的生活得过且过，难有雄心壮志。而食指过长的人好胜心太强，能赚钱，但是喜欢摆出财大气粗的样子，留不住金钱。这两种极端都不利于事业的发展，而且命中难聚财。如果是会具有以上这些手相特征的话，那么这个人一生都会过得比较的艰难。因此想要过上好的生活，就必须付出勤奋和努力，用心培养良好的生活技能，再有一颗甘于吃苦的心，假以时日，生活定会有很大的改观。好了，男人有此面相，一辈子穷困潦倒。很多女人在选择恋爱对象的时候，优先会考虑那些积极努力、有进取心的男人。然而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男人好吃懒做，为人自私自利，这种男生是绝对不值得在一起的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又穷又懒的男生面相有什么特征。1. 鼻梁起结。从相学的角度来看，
如果一个男人鼻梁起结，并且面露青筋的话，这种类型的男人大多性格是比较偏激的，考虑事情很片面，而且个人主义强，凡事都会以自我为中心，不懂得顾全大局。这种类型的男人懒惰自私，好逸恶劳，整天只知道贪图享受，从来没有打拼精神。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也总是会怨天尤人，把责任推卸到他人身上，从来不知道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另外，鼻梁起结的男人命中没有财运，在求财道路上是很艰难，赚钱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事情。2. 嘴歪。在相学当中，如果一个男人的嘴歪的话，说明为人是非常不靠谱的。这种类型的男人大多说话比较直接，没有眼力劲儿，很容易得罪人，并且嘴巴歪的男人通常会胡说八道，说话做事之前考虑的不是很充分，因此常常会因为言行不当而惹得他人不开心。与这样的男人在一起，生活是一件非常压抑的事情，因为他们不仅自身能力不足，而且还负能量满满，总是会给身边人带来很多负面影响。3. 牙齿参差不齐。牙齿参差不齐的男人也是非常不好的面相。通常来说，牙齿参差不齐的男人大多是不太成熟的，为人懒惰，总是喜欢逃避责任，对于交代给自己的任务也时常会挑三拣四，严重缺乏进取心和打拼精神。牙齿参差不齐的男人花钱大手大脚，为了满足虚荣心，常常会在外面打肿脸充胖子，因此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损失，也会给经济带来不小的压力。4. 印堂狭窄。印堂位于两眉毛之间，代表了一个人的心胸和气度。如果一个男人印堂比较狭窄的话，说明是非常狭隘之人。这种人为人斤斤计较，刻薄挑剔，在待人处事的时候总考虑自己的个人得失，却不懂得换位思考。印堂狭窄的男人对于未来的发展没有任何规划，总是抱着过一天少一天的态度去生活，所以很难给人带来安全感。无论谁与他们生活在一起，都很难得到幸福。5. 嘴唇外翻。在相学当中，如果一个男人的嘴唇外翻，这种面相也是非常不好的。通常来说，嘴唇外翻的男人做事优柔寡断，缺乏魄力和勇气，因为性格原因，常常会错失一些好的发展机会。这种面相的男人比较懒惰，缺乏进取心和打拼精神，对于未来的发展一无所知。另外，嘴唇外翻的男人财运非常差，在求财道路上会遇到很多波折，并且自身消费欲望很强，总是会盲目的攀比跟风，因此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浪费，经济压力是比较大的，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生活状态会越来越窘迫。6. 腮骨无肉。如果一个男人腮骨就像刀削一样，非常的尖锐，没有一点肉的话，这种面相是非常不好的。这种类型的人往往比较虚伪，自私自利，凡事只考虑自己，而且喜欢算计，在为人处事方面显得格外小气。两腮无肉的男人属于天生的自私鬼，不管是对家人还是朋友都非常的抠门，但是对自己却很大方。这种性格也就注定了无法拥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，也无人愿意与他们相处，从而导致各方面的发展都不会很顺心，终究会一事无成。7. 三白眼。另外，三白眼也是非常穷苦的面相。如果一个男人三白眼的话，说明不是很聪明，为人偏激，是出了名的偏执狂。一旦自己认定了一件事，就不会做出任何改变，而这样的性格也就导致他们会经历很多的苦楚和磨难，不仅事业不顺，家庭生活也充满波折。三白眼的男人财运不佳，没有理财观念，再加上赚钱能力也不强，所以日子过得穷苦不堪。特别是到了晚年时期，身边也无人给予陪伴，晚景非常凄凉。8. 鼻孔外翻。根据相学的说法，如果一个男人鼻孔外翻的话，也是非常不好的。鼻孔外翻属于典型的破财相，如果露鼻孔的话，说明守财能力不好，即使赚了很多钱，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财富流失，最后使得没有任何的积蓄。这种类型的人本身喜欢挥霍，花钱大手大脚，没有节约意识，再加上平时好逸恶劳，喜欢与人攀比，所以生活状态大多是非常贫苦的。
9. 额头不平。在相学当中，如果一个男人额头不平的话，这种面相也非常的不好。额头不平的男人一生生活坎坷，碌碌无为，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，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。额头不平的男人会败光所有的积蓄，即便父母和祖上给他们留下了丰富的产业，也会因为不懂得持家而产业尽毁。这种面相的男人想要过上富贵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，他们只有羡慕别人的份儿，很难拥有富贵人生。10. 眉毛逆生长。如果一个男人眉毛逆生长的话，这种面相也非常的不好。通常来说，眉毛逆生长的男人大多性格比较的强势暴躁，容易冲动行事，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脾气。这种类型的男人不善于经营人际关系，平时与家人相处的不是很好，与同事之间也会产生很多的矛盾，在职场上很容易得罪人。由于性格原因，这类男人往往很难成大事，也会因为得罪人而需要不少的金钱去处理，导致他们的物质生活无法得到保障。生活中需要花钱的地方特别多，也会给家人带来很多麻烦和事端。11. 颧骨较低。根据相学的说法，男人的颧骨代表了对权力的欲望和追求。如果颧骨较低的话，整体来看会给人一种气场较弱的感觉。颧骨低的男人本身没有什么上进心和打拼精神，做事不够果断，总是犹豫不决，常常会因为缺乏魄力而导致错过很多机会。这种类型的男人性格内向，不善交际，很多时候会给人一种比较阴郁的感觉，而这种性格让人不愿意接近，所以生活当中朋友非常少，命中没有贵人运，无法得到外界的支持和助力。另外，颧骨低的男人对于自身发展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和打算，总是漫无目的的去做一些事情，毫无思绪和条理，人生容易陷入迷茫而一事无成。12. 嘴角下垂。嘴角下垂的男人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愁苦的，在相学中，嘴角下垂往往是命苦的征兆。这种类型的男人从小生活经历坎坷，长大的过程当中会遭受很多的磨难和打击。由于成长环境不好，导致大多数人性格内向，缺乏自信，不宜在乎别人的看法。为了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肯定，往往会故意去做一些不喜欢的事情，到头来吃力不讨好，不仅不能给别人留下好感，同时也会影响到自身的发展。有以上这12种面相特征的男人，劝你最好别嫁，否则这辈子很难过上一天好日子。如果说你已经嫁给了这种特征的男人，小酱汁建议你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不要在对方身上抱有太多的幻想和希望，也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到对方的身上。你要和他一起努力奋斗，共同创建美好的生活。最后，小酱汁还是要提醒大家，面相是天生决定的，但是也有这样一句话，相由心生。很多人可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，心态各方面不是特别好，所以会影响到面貌。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特征，可以学着调节自己的心态，比如凡事看得开一些，不要斤斤计较，同时也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多的压力和负担，让整个人的心态放得轻松平和，这样从眼神当中就能够透露出安逸和自然，对于面相的改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另外，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多行善事，如果一个人多做好事，就会迎来福报，在人际关系方面也会有很好的发展，能够结交很多贵人朋友。这样如果以后遇到了困难和坎坷，很多人都愿意施以援手，帮助自己渡过难关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改善自己的命运，让各方面发展都会向着好的方面呈现。大家讲讲这几个地方长痣是苦命痣，劳碌一生，注定是穷鬼，一辈子赚不到钱，一生坎坷不如意。首先，痣本身就有好坏之分，其次，不同部位还代表不同意义。那么，快跟着我一起来看看痣长在哪里不好，意味着命苦、财运不济、健康受损吧。1. 身体此处有痣，一生苦命。1. 人中有痣，人中是经脉汇聚的地方，
在面相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含义，在治相中同样有着重要的地位，特别是跟人的健康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。人中有志是不好的一种特征，健康方面容易出现问题，即使不是生病，也会显得整个人没有什么精神。另外，这类人天生还是比较胆小的，生活中做事是没有自己的看法，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，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胆小怕是心中有着什么样的想法都不会大胆地表达出来。2. 眼下有志。眼下有志我们通常都会称为累志，如果女人有着累志，其实在志相中是属于恶志的一种。她们在感情方面的发展是不怎么顺利的，感情中会遇到比较多的困难，表现是起伏不定，会经历着比较多的恋情。即便是能够顺利结婚，婚姻方面的发展也是不怎么好的，自己跟丈夫的情缘不深，婚姻生活难以安稳下来，在他们当中大多都是会经历着离婚或是多段婚姻，经历着考验才可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人。3. 腮部有痣。两边的腮部有痣，这类人的性格大多都不稳定，而且脾气还是非常大的。生活中的他们易怒冲动，遇到自己不顺心的事情就会发怒，往往会容易出现一些不好的表现。财运方面的发展也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，因为的冲动，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也会容易流失。腮部有痣其实也是属于会漏财的志向，财运发展多阻碍，也多有破财的情况出现。4. 鼻梁上有痣。鼻子是财帛宫，代表着我们财运的发展。鼻梁有恶痣的人性格会比较霸道一些，虽然在他们的命中会有着一定的赚钱能力，但是因为他们性格的原因，导致跟身边人无法很好的相处，总是会给人一种很强势的感觉。女人如果是有着这样的情况，就是更加不好的了。事业方面发展不顺利，婚姻中跟丈夫的感情也不怎么好，可以说运势是比较低的。如果他们能够放下自己的姿态，情况可能就会变得不一样了。5. 脚踝有痣。脚踝连接着腿和脚，起到枢纽的作用。此处有痣的人是个操心劳力的命，总是为了身边的人和事呕心沥血。父母的赡养、子女的教育、人际关系的相处、工作的压力，常常让他们想要逃避，可他们却无处可逃，只能负重前行。一辈子都在为他人服务，从没考虑心疼自己。从年轻时起，因为操劳身体落下许多毛病，到老了病痛折磨，凄惨一生。6. 小腿有痣。人行走全靠双腿，特别是小腿，迈出一步就代表人生方向。如果小腿上有痣，则说明一生都在奔波，飘忽不定，就像古代的奴婢，主人说做什么，他们就唯命是从，没有自己的想法，没有自己的主见，一生都很无奈。有时候并不是他们要这样做，而是当下局势迫使他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。他们的命运大多坎坷，身不由己，往往容易认命，一生穷困。7. 脚背有痣。脚背有痣的人是真的奔波命，他们只有不停地奔走才能赚到钱，只要停留就会失去动力，失去赚钱的能力。所以他们不得不像流浪者一样到处漂泊，但无形中丰富了他们的阅历，人到中年见识广博。其实他们最惨的不是到处奔波的辛苦，而是在这过程中不断有小人出来干扰。可以说拼事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都是小人弄出来的，往往防不胜防。8. 额角有痣。额角的左右位置在面相学中叫做迁移宫，这个位置的痣相和气色能反映出一个人是否经常搬迁、工作环境等很多情况。这个位置长痣的人会背井离乡，不能在一个地方常待，或者为工作，或者为生活，再或者是远嫁的女人，亦或者是上门的女婿，还有就是经常出差的人。如果是色泽明亮的黑痣，说明这个人会在奔波中发财，过得很好，
很享受着这种生活。如果是灰暗的痣，说明经常会为这种情况烦恼，或者为不断奔波所累。9. 下巴正中央有痣，在下巴正中间的位置处长有恶痣，则会被称之为辛苦痣。通常的情况下，此人的财运不济，天生就是漏财相，常常花钱大手大脚，自己有不良的嗜好，总是有点钱就会全部都给败坏光。与家人子女的关系也会比较疏离，晚年极其容易孤独终老，身边很少会有可以相伴一生的人。而且此痣一长，财库必损，别指望能够存钱。10. 背部脊椎有痣，在体相中，背部上面的痣说明这人的命是比较好的，但是如果长在脊椎上，那么代表着这个人得不到贵人的帮助，很多时候运势就会是天壤之别了。为了事业会不停地奔走，经常在外面出差，根本无法安静下来，而且就算是辛苦工作得到，报酬也很少，是典型的小人面相，而且经常是招惹麻烦，所以最好不要触碰。11. 锁骨有痣，锁骨长痣为漏财痣，此处长痣的人，投资理财能力差，控制力较弱，赚多少花多少，存不住钱，对金钱没有概念，花钱大手大脚，消费大，钱到用时方恨少，频频漏财，很容易拉低自己的运势，难以在事业上有较高的成就，甚至会使自己陷入贫困的境地，到老还要为生计发愁，命中无财。12. 眼肚有痣，眼肚位置有痣，代表忌水，容易近亲，也很难学会游泳。房屋更常受水患及漏水、滴水的困扰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通常也是这类志向的人吧。另外，该志位于子女宫，所以有此志向的人常常要为子女操心。志在眼头只为长子女操劳，眼尾则为小儿女操心。13. 发际线处有痣，在相学当中，若是在发际线处的位置长有恶痣，被称之为孤独痣。此人大多数的性格非常的孤僻，与家人的关系相处不佳，命中无大财，无论是在哪个行业都是自己一个人拼搏，身边连一个可以亲近的人都没有。而且在此处长有恶痣的人，他们父母的身体体质不是特别的好，容易有疾病缠身，家里的压力非常大，挣一分花一分。14. 胳膊外侧有痣，在相学当中，若是在胳膊外侧的位置处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人天生的性格孤僻，不知道与身边的人如何相处，常常会导致自己本来拥有不错的财运，也会随着过于固闭自封，从而导致自己孤独一生。而且这样的人与六亲的关系相处的也会非常不好，天生过于单薄，晚年极其容易孤独终老，早年没有人心疼自己，晚年没人伺候自己。2. 吉痣和恶痣的区别。1. 亮，如果身上有一颗黑痣，它的光泽度是非常黑亮的，那么从这颗痣的形制上可以判断为是吉痣的一种。拥有这种痣的人容易在人群中脱颖而出，只要认真工作，便会在事业上取得一定的成功，达到人生的巅峰。2. 凸，在身体上有突出的黑痣，说明这个痣是吉痣的一种，一般这种痣都比较大并突出，比较明显。有这种痣的人在做事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取得成功的，即使遇到困难也会迎刃而解，逢凶化吉，所以这种凸出来的痣是吉痣的一种。3. 黑，在人身上的痣一般情况下颜色都是发黑的，但是在吉痣的判定标准中只有痣相纯黑，不带杂色，如发灰、红的痣可以初步判定成吉痣。这类吉痣可以说是越黑越好，拥有这类吉痣的朋友们一般人缘较好，容易受到朋友和亲戚的帮助，并且还会遇到一些良机，从而促进自己的全面发展。4. 毛，如果在痣上长有毛，
这样的痣可以看作是极致的一种。这类毛发通常被称为长寿须和福禄须。如果毛在痣上生长越长越粗，则痣越发的吉祥。不过不要故意将其拔去，这样很不吉祥。拥有这类痣的朋友们，一般都会长寿吉祥，是大家比较公认的成功人士。如果你的身上不幸有苦难痣，那么我建议选择点掉，然后在生活中、工作中积极向上，这样也可以获得幸福生活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